他抱着金佛缓缓沉入河底，身价100亿的他每天热衷于做慈善，都说好人有好报，可富商做梦也没想到，只是借给了老乡一笔钱。老乡走后，转头竟收到了女儿被人绑架的视频。接到报警后，警察第一时间封锁了现场，并逐个排查别墅里的可疑人物。案发别墅三面环水，只有正门一个进出口。当时很多人在必经之路上闲聊打趣，都没有看到孩子的身影。郑炳瑞想起刚才借给老乡钱时，老乡看到保险箱里放着的满满一箱钱，不自觉露出的贪婪目光，断定就是他劫走了女儿婷婷。而警察调取视频监控后，发现婷婷最后出现的地方，监控画面被气球给挡住了。已经派人。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找到施福安。施福安和郑炳瑞是从孟加拉来的华人，一个混成了100亿富豪，一个混得温饱都是问题，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。施福安这次不请自来，是因为孩子得了一场大病，急需手术。郑炳瑞二话没说给了他30万，临走时还感恩戴德，没想到出门就绑架了和小朋友玩游戏的婷婷。而根据施福安驾车离开时间以及气球遮挡视频监控这个举动，警方推测现场还有他的同伙。在施福安进别墅借钱的时候，这个人用气球遮挡摄像头，然后将婷婷迷晕，栽进 SUV 的后备箱，最后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由施福安驾车光明正大地离开了别墅。这件事从现在开始不要相信任何人，绑匪的同伙应该还在这栋别墅里。郑炳瑞愤怒地环顾四周，发现有的人对警察侃侃而谈，有的人面露疑惑之色，有的人四处寻找可疑之处。每一个人虽然表情不一，但又都表现得合情合理。这时李老师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刚才和小朋友一起玩捉迷藏时，一个小男孩躲进施福安车底，园丁阿卢就站在车的旁边，此人正不停地用毛巾擦汗，眼角还时不时地偷瞄别墅。郑炳瑞明白这是心虚和紧张的表现，于是未免打草惊蛇，他不动声色地招呼阿卢过来。结果刚扬起手，一个陌生号码打通了郑炳瑞的手机。意识到这可能是绑匪的电话，警察立马开启监听，并示意郑炳瑞尽量拖延时间。施福安，我听明白，上面就是绑匪的名字，旁边的警察没上来怎么说呢？没有警察，你说说。好吧，离开之前是可以的，你相信我。给我点时间，1个亿一下准备不出来。糟糕，你先让我跟我女儿说句话好不好？我先确保一下她。因为绑匪用的是卫星电话，通话时间又短，警方无法第一时间追踪到通讯位置。而从婷婷消失到绑匪发来视频，时间只间隔了1个小时。现在时间是下午下班高峰期，市区车辆时速最高只有20码。张警官下令排查附近20公里的民宅以及视频中的壁纸销售记录。随后警方兵分两路，一方在高架桥下发现了施福安的车，车里放着捆绑用的麻绳，人质已经被转移到了别的地方。一方则在阿卢房间搜出了迷药和除草机里的一根女孩头发，基本上可以确定他就是施福安的同伙。然而眼见证据确凿，阿卢不仅没有了心虚表情，还眼神凶狠地挑衅警方，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即便遭到严刑逼供，自始至终都一言不发，没有向警方透露出一个字。郑炳瑞，瑞婷集团的董事长，老婆是难产死的，只有一个女儿郑婷婷，也就是本案的人质。郑炳瑞是孟家过来的难民孤儿，经历非常励志，名气很大，还是个佛教徒。据说郑炳瑞在打拼期间帮一个大老板找回了孩子，作为答谢，对方送给他一个化妆品公司。从那以后的郑炳瑞顺风顺水，一跃跳龙门，成了当地的著名企业家。随后警方将查到的信息汇总，绑架视频上的壁纸早已停产，查不到购买记录。施福安已婚，老婆名叫缇娜亚，园丁阿卢在别墅工作了3年。根据现在手上掌握的信息，是3人联合策划了这起绑架案，潜伏这么久才动手，很明显是想借这次机会捞一笔大的。而这边警方还在分析案情，郑炳瑞那边已经提出1亿现金，带着自责非要跟着去的李老师，两人一路几经辗转，按照绑匪给的交易地址，在一个高架桥的视线死角，成功甩开警方的跟踪盯梢，驾驶绑匪提前准备的快艇前往了交易地点。快艇上面有一部手机，用来接听绑匪的下一步指示。钱我备齐了，哪儿见面？会小看我吗？什么意思？压力很大。不用紧张，很简单，答对问题就知道你女儿在哪。第一个问题，最大的贫民窟在哪个区？难民出身的郑炳瑞非常清楚这个问题，当即说出正确答案是在孔塞，因为他就在那里长大的。绑匪告诉他婷婷就在那里，郑炳瑞立马驶向孔塞。来到孔塞后，绑匪又给出第二个问题，哪一种药物有迷药的效果？听到这个问题，郑炳瑞似乎猜到了绑匪的意图，不等对方说完选项，就不耐烦地打断，并恶狠狠地放出一句狠话：你是缇娜亚吧？现在没有警察，把婷婷给我，钱你拿走，没必要把仇结得这么死吧？你敢保证永远不落在我手里吗？郑先生就是在威胁我吗？好像已经来不及了。
游戏规则是答错或者不答都会判为失败，失去下一步线索。无奈之下，郑秉瑞只能说出正确答案。师傅们，回答正确，前面分岔路口往南开。回答出正确答案，郑秉瑞这才发现一路上都被绑匪进行了全程直播。第3个问题是拐卖儿童要判多少年？郑秉瑞不再浪费时间，果断说出正确答案，5到10年。郑先生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实在令人震惊。地址告诉我！绑匪缓缓摘下帽子，露出女人的标志性短发。他没有告诉郑秉瑞直接地址，而是放了一首儿歌。听到这儿的郑秉瑞脸色一变，当即掉头驶向一条小河流。很明显，他知道了歌曲中的地址。而刚才的3个问答问题，也让观众对他的身份产生了好奇。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常以慈善家面孔示人的富商，为何会对贫民窟、迷药、拐卖儿童这些犯罪领域的细节了如指掌？同时，郑秉瑞也隐隐觉得，绑匪这次目的不只是为了钱那么简单。不久后，两人来到一处废弃福利院，这里是郑秉瑞从小长大的地方。绑匪放的那首歌曲，正是这个孤儿院的院歌。当幽暗的大门被推开，一个孩子的惨叫回荡在整个福利院。郑秉瑞想起小时候多次逃跑，被拖进去时也是发出这样的惨叫。更有一次被打得浑身是血，差点沦为残废。他颤抖着来到通道尽头，找到发出声音的麻袋，可打开之后，里面根本不是自己的女儿。Surprise！ 不好意思，郑先生，我放错了孩子。孩子，这个男孩你也认识，他姓潘孔。听到这个姓氏，郑秉瑞立马紧张起来，以前不堪的一幕幕不停地在大脑中快速闪过。绑匪让他将小男孩送到吞沙码头，以命换命，用小男孩的命换婷婷的命。李老师赶紧将男孩护在身后，劝郑秉瑞别玩这种丧尽天良的游戏。而见郑秉瑞摇摆不定，劫匪果断切断婷婷大拇指，发给郑秉瑞，逼他乖乖就范。手指我先放冰箱了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钱和孩子放进前面厢车的车厢里，带他过来。地址你知道的。不得不说，肖央的这一段演技简直绝了。看到女儿断指的瞬间，他表现出的喉咙发紧，无法发声，身体失去支撑，再从痛苦到崩溃的无力感，层层递进的设计让观众感到压抑，仿佛亲身体验到他内心的痛苦与愤怒，精准呈现出了一个父亲最真实的绝望反应。而随后看到照片的李老师也不再坚持，跟着郑秉瑞将潘孔放进车厢，一起开车前往吞沙码头。路上，李老师回想起所有经过，终于反应过来，事情并不只是绑架案这么简单。也就在这时，郑秉瑞拐进一条小路，驾轻就熟的见路就钻，对杂草密布的山路极为熟悉。随着越来越深入，密林里没有信号，被迫中断了直播。眼看周围只有他们2个人以及李老师的刀人眼神，郑秉瑞知道瞒不下去了，只好说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。有的孩